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orris，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莫名想聊。跑鞋五花八门，每一双都各自有各自的特色，每一家的科技确实都有别有翘楚。那我们今天来聊聊，究竟哪一双跑鞋比较适合 HYROX 运动？那这些事情你可以值得看下去。先说，今天我们讲的是配置，并不是讲的是品牌。通常在选择 HYROX 的鞋子呢，赛事的比重的关系，那我们可以知道，总共是有8公里的跑步，再加上8个项目，我们的选择就会是着重在跑步能力强一点的跑鞋，同时也有项目要进行，所以不可能会选择完全是跑步的跑鞋，因为大家如果你知道，有一些的跑鞋它的底比较高，它的碳纤维反弹能力太好，它可能适合跑步。但它不一定适合在做项目上，这个时候挑选鞋子的时候就非常要去注意它的细节。那我们首先先来说说哪一些鞋子的配置上是比较不适合 HYROX 赛事的。第一种，鞋底太厚的鞋。通常鞋底太厚的鞋，它虽然缓震能力比较强，推进能力不错，那面对8公里的跑步，可能你的脚不会那么容易的疲劳。但是举例来说，你要推雪橇，或者是你要去划船机的时候，你脚要穿进划船机的脚踏板的部分的时候，这双鞋可能就会给你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，举例来说鞋子穿不进去，或者是你在拉雪橇的时候，你的重心不稳，容易让你的脚踝偏移，使不上力。这个时候其实后跟太高的跑鞋基本上就不太会适合你穿来参加比赛。第二双，有点训练鞋的多功能鞋，这种多功能跑鞋，它虽然能跑，但是它主要着力还是在短距离或是间歇移动的一些步伐的训练，比较不适合在完全跑步的状态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的底后跟稍微比较平，它更适合在 CrossFit 单项目，或者在做硬举，或者在做 Snatch 一些稳定性的运动上的一些训练。它不是不行跑。但是它跑起来的时候，你到后面你会觉得你的脚越跑越沉，越跑越重。那这个时候，那毕竟你要知道 HYROX 它里面有8公里的跑步。如果你真的有去比过 HYROX 的人，你一定会知道，你基本上有70%到80%的体感就是在跑步。做完了项目跑步，做了一个项目跑步，下一个项目还是跑步。所以基本上我们还是需要去选跑步性能再强一点的鞋子，会更适合大家。重心太高的鞋子。这种推进感比较强的跑鞋，通常在推进速度的时候，或是短距离间歇的时候会更适合。那在 HYROX 里面，虽然跑步占了比较多的比重，但是如果你在做一些像是波比跳、农夫走这种项目，它可能需要你的脚的重心比较稳固的这种脚感的时候，其实重心太高的鞋子，它就会让你的下肢。让你的脚踝随时处于在一种不稳定的状况里面，可能在走路的时候过弯，或者你在做沙袋走路的时候，这种重心太高的鞋子踩下去的时候，视觉可见就是会觉得不太稳。那这种脚感，我自己觉得相较起来稳定度稍微低一点点。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参加，或者是你有在对赛事的成绩有要求的朋友的话，重心太高的鞋子打滑率很高，我会个人比较不推荐你用，但它依然是一双很好的跑鞋啦。大底抓地力比较差的鞋子，基本上有蛮多竞速型的跑鞋，它的底的刻纹比较不会那么的深，它的抓地力可能也不会太好。马拉松赛事多数可能都会是跑户外，都是柏油路，所以严格来讲，它就比较不会去做到太深刻纹的鞋底。那即便它的鞋身流线感很好，它的中底的高度可能也在中规中矩，也是表现得不错。碳纤维板的推进力也很好，但是如果它的大底刻纹不够深，那你会面对 HYROX 的跑步上的话，就会很容易打滑。你可以想象 HYROX 的场地基本上就是在好事多或是家乐福的地板上跑步，所以如果你这个时候你的鞋子的抓地力不够好的话，很容易打滑，特别是在过弯的时候。给大家一个小技巧，通常在比 HYROX 的时候，它地上会有贴线，它会分成是快线道跟慢线道，中间的那条线它其实是有一点点止滑能力的。所以如果你今天你觉得你的重心很高，有时候跑到快要偏掉的时候，你其实可以踩在那个线上面去跑，那个线其实是很稳的。那就是要注意，就是你的速度可能要快一点点，要不然其实你是跑在快车道里面。那快车道如果你跑太慢的话，很容易会被后面的虚。对，那国外的选手在拼成绩的话，他们其实不会跟你客气，他们其实基本上就会直接在后面的人就去，就可能会一直叫。那他们也没什么时间发出太多的声音了，基本上就是会虚你这样子，所以大家可以去斟酌一下你自己的速度。好，讲完了几点。重心高、鞋底太厚，还有不适合跑步的多功能训练鞋之外呢，那有哪一些鞋子是会比较适合 HYROX 赛场上的选择呢？好，我先说，今天不是要去特别 promote 呼马的鞋子，
Puma 真的就是官方合作的跑鞋，所以他们一定是会针对这个运动去设置更适合这个比赛项目的款式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很合理啦，就是术业有专攻嘛。那既然你都已经是官方合作的品牌的话，那你一定是会去多琢磨一点你的鞋子的技术在这个赛事项目上。讲白就是也要多赚一点嘛。Puma 它有几双鞋子的配置上，我觉得是刚好就很适合 HYROX 的。这双是 David， 我觉得它的配置就是中规中矩，它的鞋楦的宽度跟它的整个跑起来的感觉，它的足跟差没有到太多，它的重心没有到太高，但是它里面又有碳纤维板，所以它其实符合了一双能跑、能做项目的配置优点。那除此之外呢，这双 David 的话，它在它的大底也有用了 Puma Grip 的耐磨大底的技术在，已经是比多数的鞋底更有耐磨的能力在里面。那当然啦，它还是会因为你的穿着时间会变得它的刻纹越来越浅。鞋子就是这样子嘛，你既然都穿了，它一定会耗损。我的个人建议是，训练的时候穿训练鞋，比赛的时候穿比赛鞋。好，那这双 David 就是我拿来当我的训练的时候穿的，可以跑，做项目也大概七七八八，就是还不错的选择。好，那说到比赛鞋的话，那我就会穿是 Elite 4。那 Elite 4的话，它其实就是 David 再升级版的。那它原本的版本其实就是配置在竞速跑鞋里面。这双的话，我觉得稍微可惜了一点点，就是因为它的底没有用太多的耐磨的技术在里面。但是呢，如果大家有去关注 HYROX 的官方的话，就会知道 HYROX 有特别针对 HYROX 出了一双是 HYROX 止滑版本的 Elite 4，就是红色的那双。那目前世界顶级赛事的选手都会穿那双鞋。那其实讲白了，就是它的脚感一模一样，但是它的大底又是用了更止滑的耐磨大底。所以今天怎么选鞋呢？我觉得还是看大家。HYROX 捏在手上的那双 Elite 4确实就是贵了一点点。我记得上次去泰国看也要差不多要8000多块。这双鞋的话，相较价格鞋轻一点点，那就是看你在不在意它的防滑大底。反正就是这样的嘛。跑鞋这种东西，宁可多不能少。对，那训练的就训练，那跑步的就跑步，长距离长距离，间歇就间歇 ，tempo run 就 tempo run。那赛事的时候就尽量去选择自己适合的鞋子，我觉得就很好。那这双 Elite 4是我目前的比赛的赛鞋。对，那你说，当然未来有没有机会可以换就是 HYROX 版本，也有机会，就是让我再变更强一点，我再看能不能穿上那双橡胶版本的 Elite 4。好，那基本上就大概是这样。那我觉得鞋子真的太多，就是以上真的是没有针对任何的品牌，而是刚好这些品牌他们的这几双鞋款是我印象中比较深的，可以拿出来分享的。大家去针对我以上讲的这几个点去避开我觉得不适合的跑鞋。总而言之，作为小结论，我觉得在 HYROX 场上尽量就不要选底太厚的鞋子，也不要选重心太高的跑鞋，避免选择单独去做重量的重训鞋。如果可以，它的大底也要选择更耐磨的款式，不是不能碳纤维板，而是它的配置跟它的鞋跟的落差也可以去慎选。每一双鞋它都有每一双鞋的功用。那你是说真的适合 HYROX 赛事上的好鞋的话，我觉得还是选择以上几个优点结合出来的鞋子，我觉得会更适合你。那我们今天关于 HYROX 的跑鞋的推荐就大概到这边。那如果你有更多你也觉得适合的鞋子，或者像是艾迪达也有针对 HYROX 推出他们自己的赛事鞋，你也觉得那双鞋很酷，那你可以在下面留言，说不定有机会我再把它找过来开箱一下，好不好？那 OK， 那我是 Morris， 我们今天 HYROX 选鞋就到这边，莫名想聊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我在赛场上确实就有看到很多人穿就是鞋跟差很高的竞速跑鞋，他们在跑步的1K 上的时候确实是速度推得很高，但是他们在做，特别是在做沙袋负重走，还有像是波比跳的时候，就会感觉他们的脚跟很不稳。我那时候从旁边看都觉得他们甚至有点快要扭到的感觉。我也看过有人是穿这种多功能训练的重训跑鞋，对，那我是觉得看到他们后面跑到后面，我都觉得他们的足弓有点酸。我自己是觉得可能跑到后面都会觉得有点鞋子太重。我也有看过国外有人是穿这种比较厚底的鞋子，他在穿划船机的时候，他就发现他怎么拉他鞋子都穿不进去，因为他鞋子太大，对，所以就瞧了很久。那如果是在双人接力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的队友应该会觉得你很北蓝。